血糖高的人在餐桌上看到水果，常常陷入两难，吃吧，怕血糖飙升，不吃吧，又觉得可惜了，美味与营养。难道糖尿病患注定一辈子与香甜的水果无缘吗？其实不然，今天我们要公开一份最新15大降糖水果排行榜，列出最有助于控制血糖的15种水果。你或许难以置信，榜单中的第一名降糖效果竟然堪比药物，而平日被奉为健康水果代表的芭乐居然排行垫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高血糖族群吃水果的学问。首先要强调的是，血糖高的人可以吃水果，但必须掌握2大关键。第一是分量，第二是时机。水果含有天然的果糖和葡萄糖，吃多了一样会使血糖飙升。因此，糖尿病友每天摄取的水果总量宜控制在大约2份。一份水果约含15克碳水化合物，例如一颗中小型苹果或一碗切块的水果。这2份水果最好不要一次吃完，而是分散在不同时段食用。第二，选对食用时机，才能让水果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不至于影响血糖。一般建议在2餐之间血糖较稳定时吃水果，不要在正餐饭后立刻吃。此时体内血糖已因正餐上升，再额外吃水果更容易超标。另外，睡前1小时也不宜吃大量水果，以免夜间血糖居高不下，或清晨血糖飙高。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如果血糖控制得很好，饭后少量水果问题不大，但对控制不佳者，还是将水果作为2餐之间的加餐更稳妥。总之，分量和时机掌握好，水果其实是糖友的好朋友，而非洪水猛兽。医学研究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项长期追踪研究显示，每天吃适量水果的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比几乎不吃水果的人低了约6%。而已经罹患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每天摄取少量水果，他们发生心血管并发症或过早死亡的比例也明显更低。由此可见，水果并非血糖杀手，相反地，聪明的吃水果还能帮助控糖。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揭晓15大降糖水果榜单。我们会从第15名一直介绍到冠军，看看有哪些水果上榜，又为何芭乐这种许多人心目中的平民水果之王反而垫底，哪一种水果又能勇夺冠军宝座？第15名，芭乐番16。许多人一提到适合糖尿病的水果，芭乐几乎是最常被推荐的之一。芭乐价格亲民，营养丰富，甚至有维他命 C 之王的称号。每100克芭乐的维 C 含量远胜橘子、奇异果。吃上1颗芭乐就能摄取超过1日所需的维生素 C， 帮助增强免疫力，促进伤口愈合。而且芭乐膳食纤维极高，升糖指数 GI 值大约只有30多，属于低 GI 水果。 GI 值及升糖指数用于衡量食物使血糖上升的速度，一般 GI 低于55即属于低 GI 食物。听起来完美无缺，似乎是糖友的理想水果，但为何在我们榜单中却只排在最后1名呢？原因在于迷惑性的甜度。芭乐吃起来不算甜，很多人以为它含糖极低，因而掉以轻心，大量食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颗中等大小的芭乐实际含糖量约有6到7克，经消化吸收后对血糖的影响，其实和半颗苹果差不多。由于芭乐味道清淡，人们往往一吃就是一整颗，反而一次摄入过多糖分。加上有些人喜欢将芭乐榨汁或搭配含盐的梅粉，这些吃法更容易让血糖失控。正确的方法是将芭乐当作2份水果之一，适量吃半颗即可。同时务必保留丰富的果肉和种子来摄取纤维。需要提醒的是，芭乐虽好，也不是能降血糖的万灵丹。民间确实流传芭乐叶煮水喝可降血糖，但那只是偏方，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芭乐丰富的纤维与营养。吃芭乐时不可以为不甜就没关系，过量了一样会影响血糖。芭乐垫底正是在提醒大家，再好的水果放纵过量都可能弄巧成拙。糖友可以将芭乐切成小块，搭配番茄、小黄瓜拌成沙拉，或加入无糖优格一起吃，既增加饱足感，又避免摄取过量。第14名，苹果。苹果有句俗谚，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亦有几分道理。苹果中等大小一颗，大约含10克左右的天然糖分，
相当于一份水果的标准，而且其 GI 值仅约36，属低 GI 水果。苹果富含可溶性纤维，果胶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状，减缓糖分吸收速度，避免餐后血糖骤升。除此之外，苹果皮中还含有胡皮素等多酚抗氧化物，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对抗发炎。苹果的好处还不仅如此，果胶纤维还能帮助降低坏胆固醇 LDL， 保护心血管健康，间接减轻糖尿病对血管的伤害。很多糖友害怕苹果甜，其实只要不吃过量，苹果完全可以成为稳定血糖的好帮手。建议选择拳头大小的苹果当点心，尽量连皮同吃，以增加纤维和多酚摄取，既能解馋，又能获得多种营养。一颗苹果带来的血糖反应远比喝一罐含糖汽水来得温和。一些爱吃甜食却戒糖的糖友，会将苹果切片搭配花生酱、肉桂粉或坚果一起当点心，增加风味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整体 GI。 有了苹果这样的替代品，就不容易嘴馋去碰蛋糕饼干了。可以说，苹果是糖友最安心的水果零食之一。如果嫌生吃单调，也可以将苹果切片撒上肉桂粉烘烤，做成香喷喷的烤苹果，不加糖也很好吃呢。第13名，梨子，汁水丰富，香甜多汁的梨子同样榜上有名。许多人提到梨，联想到的是润肺止渴，但其实梨子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首先，梨子的含糖量和苹果相仿，一颗中等大小的梨约含10克左右的糖， GI 值大约也在38左右，仍属低 GI 水果。梨子的水分比例高，热量低，每100克只有约40大卡，而且含有不少膳食纤维。吃梨时如果连带那层薄薄的果皮一起咬下，纤维摄取量更足。对糖友而言，梨的优势在于体积大，饱足感强，而碳水含量并不比其他小水果多，拿来当下午加餐很不错。例如饭后2小时血糖平稳时，可以吃半颗中型梨解馋，既补充维生素，又不至于让血糖波动过大。值得注意的是，梨子虽好，也别拿来榨成果汁，或把梨当成蔬菜随意吃个不停。榨汁会丢失纤维，且让糖分迅速进入血液，而过量摄取梨子照样会超出建议的碳水量。正确做法是把梨子纳入每日水果分量内适量摄取，只要掌握这个原则，梨那清甜的滋味糖友完全可以放心品尝。此外，把新鲜梨子切片以热水冲泡成热梨茶，也是糖友润喉解渴的小秘方哦。第12名，奇异果。奇异果，猕猴桃，在这份榜单中排名第12。这种外表长满绒毛、翠绿可爱的小巧水果，是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的宝库，也是糖尿病友的优良水果之一。奇异果的 GI 值约在50上下，不同品种略有差异，属于中偏低 GI 的水果。一颗奇异果大约含8到9克糖，是很适合一次食用的分量。别看奇异果带点酸味，糖分其实不算少，但由于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它对血糖的冲击依然相对温和。有研究指出，餐后食用奇异果有助于降低饭后血糖峰值，因为奇异果中的纤维与酵素能延缓淀粉分解，促进消化平顺。对于糖友而言，奇异果还有一个好处，它所含的钾、镁等矿物质有助于稳定血压和改善代谢，而糖尿病往往伴随高血压、血脂异常等代谢问题。绿色奇异果和金黄色奇异果在营养上略有差别，但都富含对稳糖有益的成分。奇异果的维生素 C 尤其突出，一颗绿奇异果提供的维 C 就超过每日建议的一半，这对提升免疫力很有帮助。另有研究发现，每天食用2颗奇异果可以改善便秘，而消化顺畅，对血糖控制也有间接注意。吃奇异果时，可以直接挖着吃或连皮，将表皮绒毛刷洗干净，一起咬，摄取更多纤维。酸甜多汁的奇异果不但满足味蕾，还能为血糖控制出一份力，难怪营养学家们对它赞誉有加。奇异果的吃法也多样化，除了直接吃，还可以与菠菜、酪梨等食材打成营养满分的绿拿铁蔬果昔，不额外加糖，作为早餐或运动后的低 GI 饮料。第11名，蓝莓。深蓝色的小蓝莓被誉为超级食物，在稳定血糖方面也表现出色。
蓝莓的 GI 值约为53，属于低 GI 范围边缘，但蓝莓碳水含量不高，100克约含10克糖，因此适量食用对血糖影响仍然不大。更重要的是，蓝莓富含花青素等多酚抗氧化物。有研究发现，花青素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也就是让胰岛素在体内更有效率地将葡萄糖送入细胞，从而帮助降低血糖。对于有胰岛素阻抗、胰岛素作用效率下降问题的第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蓝莓提供了一种天然的改善途径。一项小型实验显示，每天给糖尿病受试者食用1杯蓝莓，数周后他们的空腹血糖和胰岛素阻抗指标都有所改善，可见蓝莓的确对代谢有正面影响。此外，蓝莓因颜色深、抗氧化物多，还有保护眼睛、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潜在益处。糖友平时可以把一小把新鲜或冷冻蓝莓加入无糖优格或燕麦粥中，为餐点增添风味与营养。不过要提醒，别贪心把蓝莓打成果昔或果汁喝，否则失去纤维的保护，血糖一样会快速上升。应该整颗慢慢嚼着吃，才能充分释放蓝莓的营养功效，让它帮我们对抗高血糖。同时，蓝莓还有大脑维他命的美名，因为其中的抗氧化物有助于保护脑细胞。糖尿病被认为是失智症的危险因子之一，多吃蓝莓或许能一举两得，既稳血糖又护脑。整体而言，蓝莓作为零食或餐点配料，都能让糖友安心享用，难怪营养学家们对它赞誉有加。喜欢烘焙的糖友也可以将蓝莓加入全麦面糊中，烤制成无糖蓝莓蛋糕，用代糖取代蔗糖，健康美味两兼顾。以上介绍了榜单中的第15名到第11名。我们看到这些水果多半具有较低的升糖指数和丰富的膳食纤维，因此能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避免血糖大起大落。不过排名越往前，代表降糖注意越突出，有的还含有特殊的营养成分来辅助控糖。接下来我们将揭晓排行第10到第6名的水果，看看是哪些更强力的降糖生力军，它们又为何能胜过先前介绍的水果。第10名，杏子。或许有些朋友平时很少吃杏子、杏桃，但这种橙黄色的小水果其实是糖尿病友的隐藏瑰宝。新鲜杏子的 GI 值约为34，非常低，而单颗杏子重量不大，平均一颗只有3到4克糖，也就是说，就算一次吃2-3颗杏子，摄入的糖分也不到一份水果的量。杏子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前驱物，能保护视力和皮肤健康，有助预防糖尿病常见的视网膜病变。它也含有维生素 C、钾等元素，有助降血压和增强免疫力。杏子的膳食纤维同样不容小觑，吃起来酸酸甜甜的杏肉中，纤维能减缓糖分吸收，而且由于杏子个头小，不易暴食，很适合作为餐间点心细细品尝。需要注意的是，市面上常见的杏干、杏脯，因为去除了水分，糖分浓缩且常额外添加蔗糖，不适合糖友食用。最营养安全的方式还是选择新鲜完整的杏子。当杏子盛产的季节，不妨买几颗来尝尝鲜，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不至于干扰血糖，可谓一举两得。平时可以把杏子切丁拌入生菜沙拉，增添酸甜风味。也可以将新鲜杏子稍微煮软，捣成果泥，涂在全麦吐司上当果酱，不加糖也天然可口。第9名，柳橙。香甜多汁的柳橙，橙子是许多人喜爱的水果，而糖尿病患者只要掌握要领，也能安心享用。柳橙的 GI 值约在43左右，一颗中等大小的橙子大约含有12克糖，在水果中属于中低 GI 且糖含量中等的选择。柳橙最大的优点是富含维生素 C， 一颗橙子几乎可提供1天所需的维 C， 再加上橙子里的柠檬酸、类黄酮等植物化合物，对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少发炎都有潜在益处。尤其橙子中含有的橘皮苷、hesperidin 和其他黄酮类物质，能保护血管内皮，增强微循环。糖尿病人适量摄取，有助于预防微血管并发症。柳橙虽甜但多汁，实际上相当容易取得饱足感。例如把橙子切成片慢慢嚼食，当中的可溶性纤维
果胶，会在胃里形成胶质，延缓糖分吸收。同时，橙子丰富的钾能帮助排钠，稳定血压，对于常合并高血压的糖友相当有益。要提醒的是，千万别用喝果汁的方式来摄取柳橙，橙汁缺乏了纤维，哪怕不额外加糖，2-3颗橙子榨成一杯，其实已含有20-30克的糖，等于一次吃进远超建议的水果量，血糖当然猛飙。正确的方法是直接吃新鲜柳橙，而且如果可以接受橙肉外那层白色的橘络，别剥得一干二净，因为那也是极佳的纤维与黄酮来源。善用这些小技巧，糖友也能安心地享受橙子的香甜。另外，有人喜欢把几片柳橙丢进水壶，当作水果风味水慢慢啜饮，既增加喝水量，又能品尝到一丝果香，何乐而不为呢？第8名，梨子。排名第8的是梨子。圆滚滚的梨子颜色多样，有红梨、黑梨、黄梨等品种。不管哪一种，梨子都是相对友善的水果选择。梨子的 GI 值大约在24到28左右，属于低 GI 水果中的佼佼者。一般一颗中等大小的梨子含糖量约7到8克。梨子的甜中带酸，其中的糖分一部分是以山梨醇等糖醇形式存在，升血糖效应比单纯的葡萄糖来得缓慢。因此，吃梨子时，你不会像吃蜜枣、葡萄那样感受到血糖的猛烈冲击。此外，梨子的果皮富含花青素和多酚，具有抗氧化和抗发炎作用，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健康很有益。一些研究也指出，梨子所含的植物化合物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度。值得一提的是，梨子还含有绿原酸，这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可减缓肝脏释放葡萄糖的速度。绿原酸也是咖啡中助降血糖的关键成分之一，可见梨子在稳糖方面的潜力。一旦梨子经过日晒风干，就变成我们熟知的西梅洋梨干。西梅的糖分比新鲜梨子浓缩许多，但其中丰富的糖醇和纤维对肠道蠕动大有帮助，还能改善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便秘问题。不过，由于西梅含糖集中，一次不宜多吃，以免影响血糖。相较之下，新鲜梨子就友善得多。一般糖友一天吃2到3颗中等大小的梨子都很安全，视个人体质调整。夏秋季节正是梨子上市的时候，挑几颗成熟的梨子当点心，酸甜的滋味既满足了食欲，又不会扰乱血糖，是不是很棒呢？如果一次吃不完买回的梨子，可以将梨子切块，淋点柠檬汁，小火熬煮，制成无添加糖的梨子酱。日后早餐拌优格或涂全麦面包，酸酸甜甜又不用担心血糖。第7名，樱桃。鲜红欲滴的樱桃跻身本排行榜第7名，可谓实至名归。樱桃虽然味道香甜，但 GI 值只有22左右，属于极低 GI 的水果之一。为什么樱桃甜度高，但升糖指数却这么低呢？原来樱桃的糖主要以果糖形式存在，而果糖在体内转化为血糖的过程较慢，加上樱桃个头小，富含纤维，因此适量吃樱桃后，血糖上升速度并不快。对糖友来说，樱桃的好处不仅在于低 GI， 樱桃中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花色苷，这些红色色素不但是强力抗氧化剂，还被研究发现具有抗发炎、调节血糖的作用。有实验显示，经常食用樱桃可以降低糖化血色素 HbA1c 水平，这意味着长期血糖控制有所改善。听上来很不可思议吧？樱桃的抗发炎特性也可能减轻糖尿病相关的组织损伤。此外，樱桃还含有少量褪黑激素，这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而睡眠充足对血糖控制至关重要。有趣的是，民间常说樱桃是糖尿病人最佳的甜食替代品之一，因为樱桃吃起来过瘾，但平均每颗不到1克糖分，很容易控制摄取量。例如，一次可以品尝10颗樱桃，也不过摄入大约7到8克糖，比起吃一片蛋糕动辄吞下数十克糖要安全太多了。当然，樱桃最好是新鲜现吃，罐头糖水、樱桃或樱桃干则糖分极高且营养流失，糖友们务必敬而远之。总的来说，樱桃能够排名这么前面，靠的就是低 GI 加上特殊植化素的双重作用，稳糖效果相得益彰。甜蜜的樱桃对糖友来说不再是禁忌，而是益友。夏天时，您还可以把新鲜樱桃去核后冷冻，
制成樱桃冰沙或樱桃冰棒，不用额外加糖就很清甜，是消暑解渴又稳糖的好点子。第6名，木瓜。或许有人疑惑，木瓜不是挺甜的吗？怎会是降糖水果？其实成熟木瓜的 GI 值大约为60，虽不属低 GI， 但也不算太高。再加上木瓜的营养丰富，适量食用对糖尿病人反而有益。木瓜每100克大约含有8到10克糖，和许多常见水果差不多。一般建议糖友在血糖平稳时可以吃100到150克，约小半颗中型木瓜的量。木瓜之所以值得推荐，有几个原因。首先，木瓜的维生素含量惊人，维生素 A、前驱物贝塔、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C 都极为丰富，前者有助保护视力、增强免疫，后者则能抗氧化、促进伤口愈合，这些对糖尿病患者都是重要的功效。其次，木瓜含有一种特殊酵素，木瓜蛋白酶，能帮助分解蛋白质，促进肠胃消化吸收。对于有消化不良或胰脏酵素分泌不足问题的糖友，饭后少量木瓜当甜点，反而减轻肠胃负担。更有意思的是，有动物实验发现，喂食糖尿病实验属木瓜提取物可减少高血糖对其肝脏和肾脏的氧化损伤，显示木瓜的抗氧化、抗发炎潜力有望成为糖尿病辅助保健食材之一。此外，有研究指出，木瓜中的某些成分可以减轻胰岛细胞的负担，在长期上有助于稳定血糖。不过，吃木瓜一定要注意分量控制，否则再好的水果也可能变成血糖负担。如果一次吃掉半颗甚至一整颗大木瓜，摄入的糖分当然超标。最理想的做法是将木瓜切片后当作2次点心分量，各取小半碗，一天分2次吃完。这样既享受了美味，又不会一次摄入过多果糖。最后提醒，市售的木瓜、牛奶、木瓜沙拉等产品通常加了糖或炼乳，糖友要格外避免，纯吃新鲜木瓜才能真正发挥降糖效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尚未完全成熟的青木瓜糖分更低，在东南亚常被做成凉拌沙拉。糖友如果觉得熟木瓜太甜腻，不妨少量尝试青木瓜入菜，换个口味的同时也降低了糖分摄取。总之，木瓜的甜是只要控制好量就能放心品尝的自然甜。许多爱美女士喜欢的青木瓜炖排骨，不加糖，糖友其实也能适量品尝，不仅不会使血糖上升过快，还能顺便补充蛋白质与胶原，真是一举两得的料理呢。随着排名逼近前3，我们介绍的水果降糖战力越来越强。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榜单的第5名到第3名，它们可以说是水果中的降糖明星，有的含糖极低，有的除了稳糖还能兼顾其他健康功效。一同来看看它们的表现吧。第5名，黑莓。黑莓在台湾或亚洲地区并不是最常见的水果，不过如果您在市场上或冷冻柜中发现它，千万别错过。黑莓外观与桑葚有点相似，呈深紫接近黑色的小颗粒聚集在一起。它之所以能排到第5名，靠的就是极低的含糖量和极高的纤维含量。黑莓每100克只含有大约5克糖，是含糖最低的水果之一，但纤维却有将近5克，几乎与糖含量相当。如此悬殊的糖纤比，意味着吃黑莓时，纤维会大大延缓碳水的吸收，而且黑莓本身所含的糖分也不多，难怪有营养专家称它为天然的降糖药丸。黑莓的 GI 值只有25左右，非常低，可以说对血糖几乎没什么冲击。更妙的是，黑莓富含花青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等营养。花青素能改善血管弹性，减少发炎，维生素 K 则有助于骨骼健康，并预防动脉硬化、钙化。长期食用对糖尿病常见的心血管和骨质问题都有帮助。对糖友而言，黑莓简直就像专门为他们打造的零食，解馋不升糖，还顺便补充了抗氧化营养素。一把黑莓入口，你几乎不用担心血糖会出乱子。如果觉得黑莓略带酸涩，不妨搭配几颗杏仁或与无糖优格拌食，风味绝佳且更加营养。唯一的小缺点是黑莓取得不如苹果、柳橙方便，但现在冷冻莓果在超市也愈来愈常见，糖友们可以多加留意。顺带一提，黑莓的近亲如覆盆子、
山梅和桑葚，其实降糖效果也相当不错。同样是糖分低、纤维高的糖友之友，如果您身边正好有这些莓果，不妨与黑莓交替摄取，为饮食增加变化。这样一来，一杯清新的莓果优格或一小碗鲜嫩的混合莓果，就能满足您对水果的渴望，同时稳住血糖不失控。另外，黑莓中丰富的维生素 K 有助于骨骼与血管健康，对糖友来说也是一大优点。总之，黑莓这样的莓果几乎是糖友少数可以稍微多吃一点点而无忧的水果了。第4名，葡萄柚。排名第4的是广受营养师推崇的葡萄柚。葡萄柚带有特殊的苦甜味，不是每个人都爱，但正是这独特的滋味让它在控糖上表现出色。很多人嫌葡萄柚酸苦不好吃，然而它对糖友的注意绝对超乎你的想象。葡萄柚 GI 值仅有25左右，非常低。一颗剖开的葡萄柚，半颗大约只含8到9克糖，而且有丰富的水分和纤维，食用后血糖反应相当温和。不仅如此，葡萄柚中蕴含的天然化合物那林吉宁 naringenin 可以帮助肝脏更有效地分解葡萄糖和脂肪，简而言之就是提升代谢效率。这使得葡萄柚常被视为减重和控糖的理想水果。许多研究也发现，餐前吃半颗葡萄柚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分泌的峰值，长期下来对改善胰岛素阻抗、控制体重都有益处。除此之外，葡萄柚含有大量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和钾，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视力，并协助降血压，对糖尿病可能引发的心血管病变提供多重防护。不过，要特别提醒正在服药的朋友，吃葡萄柚前最好先咨询医生意见，因为葡萄柚中的某些成分会干扰肝脏酵素，可能影响部分药物，例如他汀类降血脂药的代谢作用。撇开这点，对大多数糖友而言，葡萄柚绝对是饮食中酸甜清新的惊喜。建议可以在早餐或午餐搭配上半颗葡萄柚，用小汤匙挖着吃里面的果肉，这样既能品尝到水果的甜美，又获得了控糖的好处。难怪营养师们都对它青睐有加。如果觉得白肉葡萄柚太酸，不妨选择红肉葡萄柚，甜味较高，但总糖量仍低，而且蕴含的茄红素有额外的抗氧化作用。总之，葡萄柚是大自然奉送给糖友的一份酸甜礼物，只要没有药物禁忌，每周吃上几次准没错。葡萄柚还有一个妙用，您可以将葡萄柚果肉剥出来，和酪梨、莴苣拌成沙拉，淋点橄榄油，就是一道清爽又稳糖的开胃菜，不妨一试。第3名，白桃。季节限定的白桃、水蜜桃能拿下第3名，或许出乎不少人意料，毕竟桃子香甜柔软，似乎和低糖画不上等号。然而，白桃的 GI 值其实只有42左右，属于低 GI 水果的一员。一颗中等大小的桃子约150克，含糖量约13克，和一颗苹果差不多。但由于桃子的膳食纤维和水分丰富，实际吃下去对血糖的冲击甚至比苹果还温和。有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桃子象征长寿，传说中的寿桃吃了可以延年益寿。虽说那只是神话，但从营养角度看，桃子确实富含对健康有益的成分，例如维生素 C 和多种抗氧化多酚，可以减少发炎并改善胰岛素敏感度。桃子里的钾有助于利尿、稳定血压，锌和硒等微量元素则参与糖代谢相关酶的运作。白桃因品种和栽培方式不同，甜度各异，但普遍而言，成熟的白桃含有大量果糖，果糖的代谢不需要胰岛素直接参与，因此血糖上升相对缓慢。当然，这并不表示糖尿病人可以无限制地吃桃子。正确的方式是将桃子切块，吃半颗到1颗的量，搭配高蛋白的食物，比如无糖、优格或几颗坚果一起吃，以进一步减缓碳水吸收速度。如此不仅能大快朵颐，也不容易产生血糖飙高的问题。夏季正是桃子飘香之时，冰镇过的白桃切片配上几颗杏仁，是既消暑又稳糖的精致点心。需要注意的是，罐头黄桃由于禁糖水保存，糖分含量极高，并不适合糖友。一定要选就选新鲜的水蜜桃，才能既享受到美味，
又获得实实在在的营养。另外，也有人将水蜜桃切片加入无糖冰红茶中，泡出香气宜人的白桃茶，解馋又不怕糖分超标。糖友们可以偶尔这么搭配享用。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冠军时刻，到底哪一种水果击败群雄，成为降糖效果最惊人的第一名呢？让我们揭晓答案。第一名，火龙果。没错，许多人可能没料到，外表鲜艳、口感清淡的火龙果，竟然是降低血糖的隐藏高手。火龙果有红肉和白肉两种品系，但无论红肉、白肉，它们共通点是富含膳食纤维、低脂肪、矿物质丰富，且具有相对温和的升糖反应。火龙果的 GI 值大约在48到52之间，虽不是所有水果中最低，但胜在它拥有独特的稳糖机制。首先，每100克火龙果含有约 1.7 克膳食纤维，这些纤维能延缓糖分释放。更重要的是，火龙果中含有低聚糖、寡糖，这是一种益生质，可以成为肠道有益菌的养分，促进好菌生长，改善肠道菌群。而健康的肠道菌群与葡萄糖代谢息息相关。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质有助于提升胰岛素敏感度，降低空腹血糖。火龙果正是一种天然的益生质来源。换句话说，吃火龙果不仅仅是在摄取维生素和纤维，还是在调节你的肠道生态，进而间接稳定血糖。难怪营养学界近年来对火龙果的评价节节攀升。有一项刊登在国际期刊的分析研究发现，让糖尿病前期患者连续数周食用火龙果后，他们的空腹血糖值出现明显下降。台湾亦有研究指出，每天饮用一杯约330毫升的红肉火龙果冰沙，连续4周后，受试者的发炎指数明显下降，血压和血糖也出现可观的改善。可见火龙果对代谢健康的全面注意。无怪乎有营养师笑称，火龙果是糖友的红宝石，意思是它外表红润，效用珍贵，却常被人低估了。因此，火龙果当之无愧地荣登本榜单冠军宝座。你是不是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平凡的水果竟如此给力？火龙果的优点还不止稳糖，它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甜菜红素等抗氧化物，能保护肝脏，减少发炎反应。对于常见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火龙果也被认为有预防作用。这对2型糖尿病患者经常合并脂肪肝来说是双重的福音。火龙果中的镁元素含量在水果中名列前茅，有助于增进胰岛素功能，稳定神经肌肉运作。由于火龙果水分足，热量低，一大碗火龙果吃下肚，饱足感十足，却不会造成热量和糖分超标，实在是减重控糖两相宜的完美水果。如果要挑剔，火龙果唯一让人诟病的是它的味道比较清淡，不够甜蜜。然而对糖友而言，这反而是一种优势，少了强烈的甜味诱惑，更容易控制摄取量，不知不觉就能养成每天半颗火龙果的健康习惯。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吃红肉火龙果后会发现排泄物染上红色，不用担心，那并不是身体出问题，而是火龙果的天然色素所致，并无害处。总而言之，在水果中表现如此全面又低调，火龙果夺冠真是实至名归。或许我们可以说，火龙果是一份来自仙人掌家族的礼物，它原本就是仙人掌科植物的果实，吸收了沙漠植物的精华，却以平易近人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餐桌上，默默守护着糖友们的健康。此外，有2种常被当成蔬菜的水果也值得一提，它们的控糖效果甚至不输榜单中的明星，它们就是番茄和酪梨牛油果。首先是番茄，红彤彤的番茄其实是水果，只是平时多用于料理蔬菜。番茄的含糖量极低，特别是小番茄，每100克仅含约4到5克糖， GI 值只有15左右，是几乎不会让血糖波动的食物。番茄富含茄红素、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具有强抗氧化力，能减少炎症，保护血管，对糖尿病并发症有预防作用。糖友平日可以把小番茄当零食生吃，一颗颗酸酸甜甜，很容易控制量。也可以将切片大番茄夹在全麦三明治里，既增加饱足感，又不增加太多碳水。可以说，番茄是糖友最不需要担心的水果之一。
再来谈谈酪梨。酪梨又称牛油果，是另一种常被误会的水果。酪梨本身近乎无糖，100克酪梨果肉的含糖量不到2克， GI 值低于15，可谓降糖水果中的异类。酪梨绿绵绵的果肉富含健康的不饱和脂肪和膳食纤维，这2大营养素能显著延缓胃排空和碳水吸收，甚至有研究发现，在富含酪梨的饮食模式下，餐后血糖峰值明显降低。酪梨还提供了丰富的钾、镁和维生素 E， 有益于心血管和代谢健康。糖友可以放心将酪梨纳入日常饮食，例如做成酪梨沙拉、酪梨润饼，甚至直接挖着吃都行。需要注意的是，酪梨热量较高，1天半颗到1颗适宜，避免因摄入过多热量而影响体重控制。总的来说，酪梨可说是大自然为糖友准备的理想点心，不甜却滑嫩可口，饱腹而不扰乱血糖。看完上述榜单，你是否对水果有了全新的认识？这15种水果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相对低的升糖影响搭配丰富的营养，让它们成为糖尿病患者的友好选择。当然，降糖水果并不是药物，不能取代胰岛素或口服药的治疗作用，但它们可以成为日常控糖的重要助力。善用这些水果，能让控糖的日子变得更加美味而多彩多姿。这些降糖水果之所以能帮助稳定血糖，背后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来，它们多属低 GI 食物，小于55，进入体内后转化为血糖的速度较慢。二来，许多水果所含的糖以果糖为主，果糖代谢不直接需要胰岛素，因此血糖上升相对缓慢。三来，它们普遍富含膳食纤维，纤维会减缓肠道对糖的吸收。四来，某些水果还含有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如花青素、多酚、维生素 C 和镁等，这些成分可以提高胰岛素作用效率，减少炎症并保护血管。综合以上因素，让这些水果成为血糖控制的好帮手。在您准备大快朵颐之前，我们还需强调几个糖友吃水果时常见的误区，避免好心办坏事。误区一，水果是天然的，吃再多也无妨。有些糖友听说某些水果降糖，就放松警惕，大量食用，甚至把水果当正餐。事实上，再好的低 GI 水果含的也是碳水化合物，过量一样会升高血糖。比如香蕉、荔枝、释迦这类高糖分水果，一次吃几份就可能让血糖爆表。即便是上榜的低 GI 水果，如果狂吃不止，也会摄入超标的糖分。正确的态度是，水果再健康，也只能作为辅助控糖的配角，而非毫无限制的主角。每天适量享用，多样搭配即可，别因为是天然的就掉以轻心。误区二，把水果当成蔬菜，不记录碳水总量。有些糖友觉得水果富含维生素，很健康，就在3餐之外额外加吃很多水果，但没有相应减少主食的量，导致全天总碳水化合物摄入超标。还有人认为水果算点心，吃了水果之后该吃饭还是照吃，结果一天总热量和碳水都爆棚。其实，糖友在计算每天的饮食时，水果应该算入碳水化合物总额中。如果今天已经吃了2份水果，那就要酌情减少主食或其他含糖食物的量，确保总碳水摄取在医师或营养师建议范围内。也千万不要因为怕升糖就完全不碰水果，以致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缺乏。重点在于计算和平衡，而不是走极端。水果可以吃，但要记得算账，把它算进每日饮食的总碳水当中，并相应调整其他食物分量，才能真正做到不超标。误区三，用错方式吃水果。这点包含很多情况，例如有人爱把水果打成果汁喝，或喜欢吃蜜饯、果干等加工水果，还有的人习惯晚上吃一大盘水果沙拉当宵夜，这些做法都不利于控糖。果汁缺乏纤维，即使100%纯果汁不加糖，也是让几颗水果的糖瞬间涌入血液，血糖冲击极强。蜜饯果干则多半额外添加大量糖，糖含量比新鲜水果高出数倍，糖友应严格避免。睡前吃大量水果，则容易让夜间血糖居高不下，甚至影响隔日清晨的血糖控制。正确的做法是坚持吃新鲜的、完整的水果，而且最好在白天活动量较大的时段少量多次享用。
如果真的很想喝果汁，可以选择含少量水果搭配蔬菜的现打蔬果汁，但务必将其算入碳水总量并适可而止。升糖速度较快的水果，如西瓜、哈密瓜，糖友也不是绝对不能碰，但要严控分量，并搭配坚果、起司等蛋白质一起摄取，以降低升糖速度。养成细嚼慢咽，搭配高纤食物一起吃水果的习惯，也能有效减缓血糖上升。总之，用对方式才能充分发挥水果的好处，而不让血糖管理前功尽弃。除此之外，我们也提醒糖友朋友们，有些水果虽然营养丰富，但升糖指数或含糖量偏高，需要格外节制。例如，榴莲虽有水果之王美名，但一小半就含超过18克糖，将近一整颗苹果的糖量不宜多吃。荔枝、龙眼这类水果单颗糖分不算太高，但往往一吃就是10几颗，累积的糖分相当惊人，也应酌量。葡萄、无花果、释迦、菠萝蜜等天然糖分特别高的水果也要小心控制。至于西瓜、香瓜、哈密瓜，虽然水分多，看似清爽，但 GI 值偏高，西瓜 GI 约72，属高 GI， 若大量食用，仍可能引起血糖骤升。这些水果糖友并非完全不能碰，但一定要少吃细尝即可。相较之下，我们榜单中介绍的15种水果就安全得多，可以成为日常水果清单中的主角。当然，每个人体质不一，建议糖友可以自备血糖机，在家测试不同水果餐后血糖的变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水果种类和食用方式，量身定做自己的水果攻略，才能真正吃得安心。高血糖的饮食控制并不代表要与水果绝缘，相反地，水果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甜蜜礼物，只要挑对种类，掌握分量和时机，糖尿病患者依然可以安心享受水果带来的美味与营养。从芭乐到火龙果，我们看到了各种水果独特的降糖秘诀，或是纤维丰富，或是 GI 值够低，或是含有特殊的植物营养素，每一种都在为稳定血糖出一份力。运用这些水果战友，搭配均衡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高血糖并非不可战胜。让我们以聪明的饮食选择来换取健康稳定的血糖，并以愉悦的心情拥抱水果的甜蜜滋味。希望今天的榜单能让您在控糖之路上多一分信心，多一分美好的滋味。记住，血糖高的人也能享受水果，只要方法用对，人生依旧可以甜蜜而精彩。愿您运用今天分享的知识，在控糖之路上如虎添翼，让我们以智慧与纪律战胜血糖的挑战，尽情享受健康人生中每一份自然的甜蜜吧。